90多年前，两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和阿道斯·赫胥黎在各自的小说作品中向人类发出了深刻的预警。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了一个老大哥强制禁书、用暴力压制思想的恐怖世界，而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则担忧着另一种可能：人们将因为沉迷于娱乐而主动放弃阅读和思考的权利。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相会被强权强行掩盖，赫胥黎担心的却是真相会淹没在海量的碎片化信息中，变得无足轻重。前者警告我们不要亲手创造出会禁锢思想的老大哥，后者则大胆预言，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压迫，只要给人类提供足够多的及时享乐，我们就会自愿放弃深度思考，摆脱那些无聊的精神追求。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专制会毁掉我们的民族文化，而赫胥黎则担心我们的文化会彻底沦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满足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如今站在2024年，我们不禁要问，这两种预言哪一种更接近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原著小说的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赫胥黎笔下那个美丽的新世界，看看那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又是什么样的社会机制让他们甘愿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在伦敦中心区，一幢只有34层的灰色建筑低矮而厚实地蹲伏在地面上，正门上方悬挂着几个大字：伦敦中心区孵化与设置中心。在这里，现代科技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繁衍的方式。机构的主任正亲自带着应届的新生们四处参观，向他们介绍这个进步社会的运作原理。但在主任看来，要想成为快乐的社会好公民，知道的越少越好。细节成就美德和幸福，而概况从掌握知识的角度来说，虽然是必须的，但可不是什么好东西。社会的支柱是木匠和螺栓工，不是哲学家。主任骄傲地向学生们介绍着机构内现代化的生产程序。在过去，一个受精卵只能生成一个人，而现在有了这个名为波卡诺夫斯基程序的伟大发明，一个受精卵就可以生产出96个一模一样的人类，近百个啊！主任挥舞着双手，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句话，仿佛正在抛洒巨额的财富。有个学生天真地问道：“这有什么好处？”主任猛地转过身，瞪着发问的学生，表情严肃地举起手指：“波卡诺夫斯基程序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一卵多生的96个一模一样的人，操作96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他的声音在激动中颤抖着。你们真正明白了自己的位置。有史以来第一次，社会身份得以稳定。这是伟大的格言。如果波卡诺夫斯基程序可以无穷无尽地进行下去，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紧接着，主任又带他们来到了社会命运预设室。在培育阶段，工作人员会将胚胎人为地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艾普西龙5大种姓，并由高到低分别为他们分配统治、创造、服务等不同的工作。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意外的诞生，机构的工作人员会在培育阶段就人为地调节供氧量，种姓等级越低，供氧量越小。这样，大脑和骨骼的发育水平的不同，就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每个阶层的人都待在自己原本该待的位置，不会产生不切实际的上升欲望。下一站，主任带学生们来到了新型巴甫洛夫条件设置室。只见房间内摆满了鲜花和书籍，一排排8个月左右的婴儿被依次地放入其中。每当他们即将靠近那一丛丛花朵和白纸上鲜艳动人的图像时，地板就会对婴儿进行轻微的电击。循环几次之后，婴儿们在见到玫瑰花和书本就会下意识地往后缩，表现出明显的恐惧和抗拒。众人心怀胜利的喜悦。主任接着解释说，虽然他能够理解为什么不让低种姓的人把他们的社会时间浪费在书本上，而且他们读的东西可能会带来风险，起到不良的作用，但是他无法理解关于花的问题。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让德尔塔从心理上不可能爱上鲜花呢？主任耐心地解释道，热爱大自然是工厂忙不起来的奢侈品，而那些跑到野外去的下层阶级更是一个子儿也不会花费。为了经济效益，必须消除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说着话，主任已经带领学生们来到了进行睡眠教育的房间。只见里面80个婴儿正在其中熟睡，耳边的扬声器则为他们循环播放着阶级意识基础课程。那些录音在婴儿们的潜意识中反复灌输着阶级观念。阿尔法的孩子穿灰色的衣服，他们比我们工作努力，因为他们非常的聪明。我真高兴自己是个贝塔，因为我可不想这样拼命的工作。我们比伽马和德尔塔要好得多。伽马非常愚蠢，他们所有人都穿绿色衣服。德尔塔的小孩穿土黄色的衣服。哦不，我不想跟德尔塔的小孩一起玩。艾普西龙的小孩更糟糕，他们太愚蠢了，不认字儿。主任介绍说，这些词句每天要重复40到50遍，一周3次。30个月后，玫瑰花和电击，德尔塔穿土黄色的衣服等等信息，在孩子们能够说话之前，就已经不可分割地融合一体了。经过睡眠教育，每个人都会因潜意识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感到满意而生活幸福。主任插了一句格言警句，这就是幸福和美德的秘密。喜欢上你们要做的事。所有的设置的目的都在于让人们喜欢上他们无法逃避的社会命运。最后，主任带领学生们来到了外面的花园。在6月暖和的阳光中，600-700个男童和女童，或是尖叫着在草地上奔跑，或是三三两两安静地坐在鲜花绽放的灌木丛间，玩着基础的性爱游戏。
主任欣慰地和学生们说道，在遥远的过去，人们谈性色变，结果非常的糟糕。一个低沉洪亮的声音突然加入了谈话中，学生们惊喜地发现，说话的竟是世界的10大总管之一穆斯塔法蒙德阁下。这位世界控制者开始向他们阐述新世界的核心理念。我想你们大家都记得我主导的美妙非凡的名言：历史都是废话。过去不仅物质上肮脏，精神上也污秽不堪。从卫生上说，那就是个兔子洞、垃圾堆。生活拥挤造成的矛盾让人难受，充满了各种的情绪。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让人窒息，疯狂的母亲对她的孩子念念不忘，会一遍又一遍地念叨宝贝儿，我的宝贝儿，哎呀，喝奶吧，小手啊，饿了吧，这种无法形容令人痛苦的喜悦啊。总管继续说道，父亲和母亲，兄弟和姐妹，还有一夫一妻，可怜的前现代人间，一切的关系都具有排他性。他们的感情那么的强烈，冲动和精力的发泄渠道又是那么的狭窄，他们又如何能够保持稳定呢？稳定，总管说到稳定，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没有文明。没有个人的稳定，就没有社会的稳定。而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界，没有落后的婚姻制度的束缚，无需等待，无需忍耐，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尽情地享受欲望满足的过程，而无需担心被无用且负累的感情所束缚。要知道，忙忙碌碌彼此相靠。与此同时，在孵化与设置中心7层的地下室里，结束了一天劳累工作的列宁娜，正在和她的小姐妹范妮诉说自己的烦恼。不知怎地，最近她越来越对放纵的生活感到疲累，只想和那个叫亨利的男人约会。范妮点头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提醒他，滥交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是他们每个人都需要承担的责任，这是不容置疑的。列宁娜立刻掩盖住了自己的情绪，说起了另一件事：机构内的心理医生马克思邀请他前往野人保留地参观。范妮被这一大胆的想法吓到了，立刻警告他，马克思这人身材矮小，相貌丑陋，思想怪异。而此时，机构另一头的电梯里，列宁娜的约会对象亨利也正在和朋友随意地聊起列宁娜的身材非常的棒，强烈建议他也搞一下。一旁的马克思咬牙切齿地暗自想到，在这里搞他，在那里搞他，好像他只是一块肉。亨利见马克思表情难看，调笑着劝他来一颗梭马。这种小药片击中了基督教和酒精的所有优点，却没有一点缺陷。只要一小片，10种烦恼皆不见。现在这就是进步。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老人照样可以工作，照样可以性交、寻欢作乐。他们没有时间，没有空闲坐下来思考。如果在工作娱乐的繁忙日子里不幸出现了空档，还有梭马。美妙的梭马本科就足够快乐，度过半天一刻，过一个周末，2课就是一次辉煌的东方之旅，3课足以让你在月亮上度过永恒的黑暗。醒过来时，已经度过了空档，安全抵达了彼岸，重新开始脚踏实地、安安稳稳的工作和娱乐。一部接一部的看感官电影，一个女孩接一个女孩的约会，一个电磁高尔夫场接一个电梯门打开，男男女女凑成一对对，开始了下班后的享乐时光。列宁娜告诉马克思，她答应了他先前的邀约，然后就愉快地去寻找亨利了。马克思因为身材比同阶级的人矮小，长久以来他在面对低种姓时都不自觉地会忧虑，担心对方不会以他的种姓应该得到的尊重来对待他。他是多么嫉妒亨利这些人啊！这些人从来不必在面对第一种形式大喊大叫的让他们遵从命令，他们把自己的地位看成是理所当然，在种姓制度中如鱼得水，悠然自得，没有自我意识，对自己所处的优越舒适的环境熟视无睹。马克思想去找自己的好友贺生聊聊。然而，他发现这个自动扶壁球比赛冠军、永不疲倦的大众情人、每日电台的撰稿人也正陷入烦恼之中。最近，他对运动、女人和社会活动统统失去了兴趣，开始渴求某种说不清的东西。我觉得自己能够写些更重要的东西，是的，更紧张、更剧烈的东西。但它是什么呢？有什么更加重要的事情要说呢？人家叫你写的东西，怎么能写得紧张又激动呢？语言就像 X 光线一样，如果你使用得当的话，它们可以揭示任何东西。但是写一篇关于社会之歌或者相册风最新改良问题的文章，穿透力有什么用？还有写那些东西的时候，你真的能使自己的语言具备穿透力，像最强的 X 光线一样深刻动人吗？二人都无法理解对方的烦恼，聊天草草的收场。马克思只得又转到去寻求宗教的帮助。在教堂的某个房间里，他和其余11个人男女间隔，做成一个无限循环的圆圈。他们将在梭马的作用下合为一体，丢掉12种不同的个性，化成更大的存在。欢快啊，邻里啊！舞动的人们像宗教仪式般重复地吟唱着：欢快啊，淋漓啊，福地哦，快乐啊，亲密姑娘们呐！灯光慢慢变暗、变暖、变红，最后大家仿佛在一个绯红的胚胎库里舞动。仪式过后，每个人都获得了一种经历，得到宣泄后的平静和安宁。除了马克思，即使是在美人的怀抱里，他也感到十分的孤单。事实上，没有得到救赎的空虚和麻木的满足，让他比生命中的任何时候更感到孤独、绝望，感到自我的存在。马克思希望能把列宁娜约出来单独聊聊天，来点灵魂上的交流，而列宁娜却压根不懂做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意思。她更想找一些直接的乐子，运动、梭马、性交。难道你不希望自由吗？列宁娜，马克思问道。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自由的，自由的拥有最美妙的时光。现在每个人都很幸福，我们从5岁开始就被灌输这样的观念。列宁娜，你不想以其他的方式获得自由和幸福吗？比如以自己的方式，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他换了一种口气，你产生这些可怕思想的时候，为什么不吃点梭马呢？你可以把它们全部忘掉，这样你就不会感到痛苦，只会快活，非常的快活。马克思望着他看了好久，最终还是屈服了。他一口气吞下了4片梭马，打开了收音机和电视，开始脱衣服。感谢伟帝，列宁娜暗自道，他正常了。第二天下午，列宁娜故作调皮地问道：“你觉得昨天好玩吗？”马克思点点头，大家都说很丰盈。列宁娜拍着两腿，若有所思地说：“很丰满。”然而马克思的眼睛里却闪烁着痛苦的光，他就像一块肉。马克思向主任申请前往新墨西哥野人保留地，而后者在看到了这个地名后，竟是忽然自顾自地说起了自己的一段伤心往事。原来在25年前，他也曾因好奇带着女友去新墨西哥看看野蛮人长什么样子，结果中途却遭遇了暴雨，女友琳达走散失踪，杳无音讯，至今让他无法释怀。然而，当主任从悲伤的情绪中抽离出来，顿时因感到自己的尊严可能受损而迁怒于了马克思。我希望借此机会告诉你，马克思先生，他接着说，我收到关于你工作之外行为的报告，我很不满意。阿尔法的条件设置是在感情行为上一定要像婴儿一样。但是这样，他们更要努力地恪守习俗，像婴儿一样是他们的职责，尽管这可能违背了他们的意愿。马克思先生，我好心地提醒你，如果我再次听到有关你任何不符合婴儿行为标准的报告，我就把你调到下级中心去。马克思并未因主人的威胁感到忧虑、沮丧，反而是因为感到自己和现存的秩序来了一次碰撞，感到自己作为个体的意义和重要性得到了彰显，而欣喜若狂，激动不已。然而，令马克思没有想到的是，他和列宁娜刚刚抵达保留地，就接到了好友贺生的报信，主任竟然真的在找人接替他的位子。马克思彻底的崩溃了。过去他常常想，没有梭马，只依靠自己内在的力量来面对某些考验、某些痛苦、某些迫害会是什么样。他甚至渴望苦难，但是现在他明白了，那是因为自己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些威胁。如今看来，威胁变成了现实，马克思感到惊恐万分，想象中的坚韧和勇气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旁的列宁娜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劝马克思说，过去未来让我烦恼，吞克梭马只剩当下。保留地之旅并不如想象般的美好，成堆的垃圾，飞扬的尘土，成群的苍蝇，瘦骨嶙峋的野人，眼前的一切景象都让列宁娜感到崩溃。而更糟糕的是，他忘了带梭马，而马克思则强撑着，夸耀着他所见的一切，以此来显现自己的坚强和反传统精神。令他感到意外的是，他在野人村庄里竟然找到了主人那失踪多年的女友琳达。这个女人如今身体肥胖，皮肤干枯褶皱，浑身布满淤青，状态糟糕极了。而琳达一见他们文明人的打扮，就仿佛是见到了亲人，开始痛哭流涕地控诉这些野人的不可理喻。这里的人不懂缝缝补补是反社会，衣服破了不去买新的，竟然还想着修补。这里的人也不懂人人彼此相处，如果你以正常的方式和男人们在一起，其他女的都觉得你是邪恶的。更可怕的是，这里的女人不懂胎生是肮脏邪恶，竟还像狗一样怀孕生子。可怜的自己也被迫地生下了一个儿子约翰。一方面，这个孩子的存在是琳达目前悲惨生活的唯一慰藉；另一方面，在他被设定好的世界观里就不存在母爱这种东西，所以约翰的存在又无时无刻不在激发他的羞耻心。从和约翰的聊天中，马克思了解到，这些年因为母亲的淫乱，他在村子里饱受排挤。原本小约翰的内心并不知道什么是恨，什么又是爱，一切都是混沌的。但母亲教会了他识字，还从会堂的一个废弃的木箱子里为他找来了一本据说是几百年前未开化人写的书《莎士比亚全集》。生活在汗臭狗腻的棉床上，让淫邪里没了心窍，在污秽的猪圈里调情弄爱。这些陌生的文字在他脑海里翻滚，犹如万钧雷霆，轰隆不已，又像古迹舞会上的鼓声。只是这股能说话很美很美，美得你想哭。这些词句仿佛是充满魔力的咒语，让他的仇恨和爱意都被具象化，变得更加的真实。在这些书里，他发现了时间、死亡、孤独和意义。孤独，永远孤独。年轻人说道。这些话在马克思心中引起了一种凄凉的共鸣。孤独，孤独，我也是如此。他心中涌出了一股信任，不由说道：可怕的孤独。你也孤独？约翰很奇怪，我以为在另一个地方。我是说，琳达总是说那人，没人觉得孤独。马克思有点不自然，脸涨得通红。你看，他目光闪烁，喃喃地说：我想我与大多数人不太一样。如果一个人梦幻的时候碰巧不同，是的，就是这样。年轻人点点头。如果一个人与众不同，他注定要孤独。他们对与众不同的人非常的残忍。马克思邀请约翰和他一起返回伦敦，他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年轻的野蛮人的父亲可能是谁。一个复仇计划已在他的腹中酝酿成型。年轻人深吸了一口气，难以想象，我一生的梦想竟然就要变成现实了。你还记得米兰达说的话吗？米兰达是谁？但是年轻人显然没有听到马克思的问话。哦，神奇啊！他忘情到他的眼睛发亮，红润的脸颊散发着光芒。
这里有多少好看的人？人类是多么美丽！突然，他脸上的红晕加深了。他想起了列宁娜，一个穿着深绿色毡胶衣裳、微笑的仁慈天使。啊，美丽的新世界在正式展开。小说的下半部分，野人约翰在新世界的冒险。我想先为大家补充2点小说的背景故事。第一，这部分最后野人约翰提到的米兰达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暴风雨》中的一个人物。这个戏剧讲述的是米兰公爵普罗斯因为痴迷魔法，被弟弟安东尼奥伙同那不勒斯王篡夺了王位。无奈之下，普罗斯只能带着幼女米兰达流落到了一座荒岛生活。12年后，安东尼奥、那不勒斯王和他的儿子费迪南恰好乘船经过了这个海岛。弗罗斯先是抓准了机会，利用法术唤起了暴风雨，将仇人的船引向了荒岛。接着又用魔法和智慧巧妙的设计，让女儿米兰达与仇人的儿子费迪南相识相爱，二人最终结为连理，上一辈的仇怨也就此消弭。约翰反复译诵的啊，多么神奇！这里有多少美妙的人物，人类多么美，奇妙的新世界啊！竟有这样美好的人。正是戏剧的最后一幕，故事即将迎来大团圆结局之时，米兰达发出的感叹。然而，就像每个童话故事都只写到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就戛然而止一样，如果米兰达真的回到新世界，那里的人和事物真的有她想象的那么美好吗？第二，小说中反复提到的福地，也就是未来世界的神，实际上是作者赫胥黎对当时以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命名的一种美式新工业生活模式——福特主义的讽刺。在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对当时社会备受追捧的福特主义的2大法宝流水线装配和福利资本主义进行了夸张化的展现。在福提纪元632年，被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不再是汽车，而是人类。通过一系列的条件设置或睡眠教育，每个社会人的思想与喜好都能和他被提前安排好的工作完美匹配。而这颗合格的螺丝钉又会被安排到流水线的各处。而为了让各个阶级的人能够喜欢自己的社会命运，不受多余思想的影响，世界政府关闭了一切的博物馆，炸毁了一切纪念性的建筑，销毁了一切过去的书籍。取而代之的是以技术设定满足一切的欲望，看感官电影、自由旅行、游戏、无限制的性生活。如果还不够，就来几克梭马这种最温柔的安慰剂，可以让你瞬间远离一切的烦恼与痛苦。在1946年的序言中，赫胥黎这样写道：随着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减少，性自由就会作为一种补偿增加。人们在毒品、电影、广播的影响下，可以获得更多做白日梦的自由，而性放纵则可以让他们欣然接受自己被奴役的命运。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有可能的话，在座的各位愿意生活在美丽新世界中吗？受惊室内主任正唾沫横飞地向所有的员工痛斥马克思的罪行。一个人的能力越突出，使人误入歧途的能力就越强。一个人受苦总比大家堕落好。没有什么行为比离经叛道更令人发指。谋杀伤害的不过是个人，毕竟个人算什么？他大手一挥，指着一排排显微镜试管保育箱，我们很容易就造出一个新的出来，我们愿意造多少就造多少。离经叛道威胁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它冲击的是社会。是的，是社会。然而让主人没想到的是，走入房间的不只有马克思，还有他以科学观察的名义带回伦敦的琳达和约翰。这个身形臃肿、皮肤松弛、陌生又可怕的中年女人，一看到主人就激动地扑到了他的身上。我是琳达，我是琳达。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你让我怀孕，生了一个孩子。此时约翰也走了过来，双膝跪倒在了主人的面前，清晰地喊了一声：我的父亲。这个下流的滑稽话一下把已经变得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缓和了过来，一阵阵哄堂大笑爆发出来，几乎歇斯底里似的。所有员工都被这一幕逗得前仰后合，眼泪直流，连旁边的精子试管都被打翻了。受惊室一幕过后，主人沦为了笑柄，黯然辞职。而约翰则迅速成为了新世界的红人，伦敦所有的高级种姓都狂热的希望能参观一下这个野蛮人，连带着马克思也成为了被人追捧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他与这个世界完全和解。虽然他曾经对他是如此的不满，既然世界承认了他的重要性，那么一切秩序都是好的。而另一头，琳达则是躲在屋里，开启了一个又一个永无止境的梭马假日。你们给他这么多，不是在缩短他的生命吗？约翰对此表示了抗议。梭马可能会让你丢失了几年的时间，医生接着说。但是想想啊，给你带来的超乎时间的悠久岁月，它的长度难以衡量。每一个梭马假期都是我们先被称为永恒的一部分。当然，肖医生接着说，如果他们有重要的工作要干，你不能让他们突然进入永恒之中。但既然他没什么要紧的工作，看着约翰矽绌的身材和愤怒的脸，医生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列宁娜也分享了野蛮人带来的巨大名人效应。无数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约他共度良宵，只为了问他和野蛮人做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说实话，列宁娜喜欢这个年轻人，但着实搞不清楚他的心意。这个男人全程都躲着他，看都不看他一眼，但有时他突然转身，会发现约翰在盯着自己看。这天，列宁娜邀请约翰去体验一下感官电影。电影的情节非常简单，一个黑人遭遇了直升机的坠机事故，撞到了脑袋，导致所有的设置失灵。他绑架了一个金发的贝塔女，度过了轰轰烈烈的3个星期。
观影的过程中，剧场里的6000名观众都将手放在扶手的金属按钮上，随着电影中的2位角色一起感受着剧情的高潮。对此，约翰感到无比的痛苦，他为自己被激发的欲望感到羞耻，觉得自己配不上眼前的女人，但同时他又有点害怕，害怕列宁娜不再是他觉得自己配不上的那个他。我觉得你不应该看这样的东西。约翰急忙想把过去或将来玷污列宁娜完美形象的责任，从列宁娜的自身推向周围的环境。什么样的东西？约翰，像这部糟糕的电影。列宁娜真的觉得惊讶，但是我觉得她很可爱，她很卑劣。约翰愤愤地说，低俗。约翰说完，就把一脸困惑的列宁娜独自甩下。他赶回了自己的房间，从隐藏处拿出了那本被老鼠啃过的莎士比亚全集，虔诚地开始读起了《奥赛罗》。他记得奥赛罗和刚刚电影里的男主角一样，都是一个黑人。第二天，心情不好的约翰拒绝了马克思的晚宴安排，这使得后者这些天来努力积攒的名望一下子又消失了。气得马克思愤怒地指责起了约翰，他知道他所说的很荒谬，很不公平，但内心仍然悄悄地顽强地滋生着对野蛮人的怨恨。对马克思来说，让野蛮人作为受害者比其他人来得容易得多，他是可以报复的。朋友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轻微的、象征性的绝对一下我们希望施加但却无法向敌人施行的惩罚。另一边，在经历了糟糕的一夜后，列宁娜发现了约翰在自己的脑中已经挥之不去了。他第一次有了占有一个男人的冲动，他吞下了半颗梭马，借着药劲主动敲响了约翰的大门。约翰看到来者，也是不再压抑自己的情感，跪倒在了他的面前。啊，令人仰慕的列宁娜！他接着说，你是一切仰慕的最高峰，价值抵得过世界上一切最珍贵的财宝。列宁娜温柔迷人地朝他微笑，但是你啊，这样完美无双。列宁娜嘴唇微起，向野蛮人靠过去，这样完美无双。丽娜靠得越来越近。他说，是把每一个人的最好的美点集合起来而造成的。野蛮人突然跳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他转过脸去说道，向前做点什么。我是说，我要证明我配得上你。在马尔佩斯，野蛮人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说，你必须给他带去一张山狮皮。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和他结婚的话，或者一张狼皮。英格兰没有狮子。列宁娜气愤地说，我可以做任何事，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有些事情让人难受，你知道，但是苦难会带来快乐，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我是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为你扫地，可是我没有真空清洁器。列宁娜迷惑不解，没这个必要啊。是的，当然没这个必要。但有些卑微的工作是用崇高的精神忍受着的。我希望自己有崇高的精神，你不明白吗？真空清洁器跟狮子有什么关系？就像莎士比亚说的，在一切神圣的仪式没有充分给你许可之前，你不能侵犯他厨子的尊严哦。看在伏地的份上，约翰，不要胡说八道了。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懂。先是真空清洁器，又是处子尊严，你要把我弄疯了。列宁娜不能理解约翰的话，干脆一把搂住了这个野人的脖子，在他的身上疯狂的亲吻。即使在最幽冥的暗室，在最方便的场合，约翰内心的声音像诗歌一样轰然作响，有超虚而来的魔鬼。他最强烈的山货也不能使我的廉耻化为肉欲，不能，绝不能！你这个傻孩子！列宁娜说，我非常想要你，如果你也想要我，为什么不呢？婊子！他大叫，婊子不要脸的娼妇！他愤怒地将列宁娜赶出了自己的房间。然而没等他平复一下心情，他又接到了一个噩耗，母亲琳达朝用了过量的梭马，命不久矣了。约翰一进入病房，就看到琳达躺在那里，苍白浮肿的脸上呈现出一副白痴般的幸福表情。每隔一会儿，他就会突然的惊醒过来，而此时眼前的光线、耳边的音乐、头顶通风口吹出的马鞭草温柔的香味气息，又会经过他血液里梭马的改造和修饰，让他再一次露出一种婴儿般满足的微笑，满足的沉沉睡去。一大群长相一模一样的8岁男孩突然鱼贯地蜂拥进了病房。他们有的在病床之间挤来挤去，有的爬上爬下，有的看着电视机，有的朝病人做鬼脸。不一会儿，病房里就像爬满了蛆虫一样。这些是来医院接受死亡设置的婴儿，他们需要在临终医院待2个上午，一看到有人死，护士就给他们吃巧克力膏，以此让他们吸下恐惧，将死亡视为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约翰奋力地驱赶开这些婴儿，他想将琳达从那美梦中摇醒，再和他说说话。琳达的眼睛眯了一下，睁开了，他看见了他，认出了他来，约翰。他认出他是约翰，是他的儿子，但是却把他想成了闯入马尔佩斯乐园的入侵者。他很生气。冉冉彼此相守，因为他的声音消失了，只剩一阵几乎要断气的嘶哑叫声。琳达的死让约翰彻底的崩溃，他如行尸走肉般走出了病房，满脑子都是死亡、悲伤和悔恨，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撞上了一排正在排队领苏马配额的工人。他再一次回到了外在的现实，看看四周，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事情，他感到恐惧和厌恶。日夜夜重复出现的瞻望，千篇一律的面孔，来来往往，就像噩梦。多生子，多生子，像在琳达死亡奥秘里亵渎，拱来拱去的那些蛆虫。现在又有一堆蛆虫，更大的蛆虫，完全成熟的蛆虫，他们在他的悲伤和悔恨上爬来爬去。约翰像疯了一样抢过那些人手中的梭马，将他们统统丢出了窗外。他站在桌子上，向人群大喊：“我来给你们带来自由！”野蛮人被警察束缚着，送到了西欧总管穆斯塔法蒙德的面前。
在这间会面的书房内，约翰惊讶地发现了一本莎士比亚的全集。为什么要禁止它呢？野蛮人问。碰到一个读过莎士比亚的人，让他兴奋的第一时间忘记了一切。总管耸耸肩，因为它太古老了，这是主要的原因。古老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没有用处，即使它们很美，尤其如果它们很美。美是具有吸引力的，而我们不希望人们被古老的东西诱惑，我们希望他们喜欢新的东西。但是新的东西荒得可怕。那些戏剧除了直升机飞来飞去，什么也没有。你感到的只是人们在亲嘴儿。你为什么不让他们读《奥德赛》呢？哦，我亲爱的朋友，穆斯塔法蒙德说，在有战争的地方，有派系的地方，有诱惑要抵抗，要为爱情而斗争或保护爱情的地方，高雅、艺术和英雄主义才是有些意义的。但是现如今没有战争，我们采取了万般谨慎的措施，避免大家对什么人过于热爱。这也没有派别之争。你的条件设置让你情不自禁地干你应该干的事情，而你应该干的事情，总的来说，让你如此的快乐。自然的冲动可以自由地发泄，不用抵抗什么诱惑。与受苦受难付出的高昂代价相比，实际的幸福往往显得卑劣稳定。当然，不如动荡来的热闹，知足常乐，绝不如与不幸做努力抗争那么有魅力。也没有抵抗诱惑或抗击被激情和怀疑毒害那么引人入胜。幸福绝不是宏伟壮观的。约翰想到了自己的母亲琳达，漂浮在歌声、灯光和香水海洋的抚慰之中，飘走了，飘出了空间，飘出了时间，飘出了那个由他的记忆、习惯和衰老臃肿的躯壳构成的牢笼。在他的世界里，他听不到那些嘲笑、讥讽，那是一个美丽的世界。你需要的，野蛮人接着说，是与泪水相伴的东西。这儿的东西太廉价，我们不喜欢。总管说，我们喜欢舒舒服服地做事情。但是我不喜欢多野，我要上帝，我要诗歌，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恶。实际上，穆斯塔法蒙德说，你在争取苦难的权利。那好吧，野蛮人挑衅地说，不用说，还有衰老、丑陋和性无能的权利，要求生梅毒得癌症的权利，食物匮乏的权利，令人讨厌的权利，为明天担惊受怕的权利，感染伤寒的权利，遭受种种无法言说痛苦折磨的权利。穆斯塔法蒙德耸耸肩，随你。约翰选了一座旧灯塔作为自己的隐居地。在伦敦游手好闲的几个星期里，他无所事事，想要任何东西，只要按一下按钮，拉一下手柄就行。而现在，一切都需要他自己从零开始制造，这给他的内心带来了一种极为纯粹的快乐。然而，每当他的内心产生愉悦情感的时候，他就会拿鞭子朝着自己的身体猛抽。约翰希望通过感受痛苦来净化自身的欲望，而这自虐的一幕恰好被路过的记者捕捉到，放上了大荧幕，随即在新世界又引起了轰动。无数对此感到好奇的人蜂拥而至，拿着相机对他拍照，像在动物园喂猴子一样，朝他扔各种吃的，并起哄鼓掌，让他表演一下鞭子功。约翰痛苦地从人群中发现了列宁娜的身影。这个姑娘站在那里，对他投来微笑，那是一种不确定的、哀求的，甚至是谦卑的微笑。两行热泪从他的脸颊上划过。最终，约翰终于下定了决心，他做了一个热烈的举动，在一片我们要看鞭子功的喊叫声中，伸出双臂朝约翰走去。臭鼬！他像疯子一样把手中的鞭子朝他甩了过去。人群兴奋快活的哇哇乱叫四散开来，然后又朝那个磁铁般吸引人的中心窜去。痛苦就是令人着迷的恐惧，去死吧，淫荡！去死吧！人群为这痛苦产生的恐怖景象着迷，内心深处受到习惯的驱使，他们渴望全体一致，合二为一。于是他们开始模仿野蛮人疯狂的动作，像野蛮人抽打背叛自己的肉体一样，相互的拳打脚踢，或者殴打约翰脚边那个石膏男，从中他就已经抽搐不已的风韵肉体，那个堕落的巨象。第二天，当更多的人被昨日那赎罪狂欢吸引前来，灯塔内已无人应答。人们推开了虚掩的门，只看到拱顶下有一双脚在晃动，慢慢的，非常缓慢的，像圆规的两只脚。他双腿不紧不慢地向右边转过去，向北东北东东南南。美丽新世界的故事讲完，不知道坚持看到这里的你，心中是否对我提出的那个问题有了答案？你是否愿意生活在这样的未来之中呢？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曾这样比较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我们的生活经验已经能够让我们认识监狱，并且知道在监狱大门即将关上的时候要奋力的反抗。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波兹曼的总结可以说很好地道出了美丽新世界的绝望之处。当越来越幼稚化的婴儿语言将一切严肃的公众对话都变为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滑稽戏，当我们的注意力被全部淹没在海量碎片的娱乐信息之中，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去怪罪、去反对的具体对象。因为这个社会的一切形态本来就是基于人类那似乎无穷无尽的享乐消费的欲望打造出来的。我们该以什么样的理由去反对那些能给我们带来无尽感官享受的东西呢？就算你可以像约翰一样将所有的数码丢出窗外，但你依旧无法阻止自己生活的环境、自己周边的一切被索马深刻的改造和重塑着。
而当你试图去做出改变之时，又不得不面对西欧总管蒙德那样的连环质问：你凭什么认为高雅的艺术、人类的文化、自由、民主这些东西就比社会稳定、每个人都开心快乐更重要呢？所谓的要追寻不被设定的未来，所谓的要自由享受痛苦的权利，所谓的想经历那种独立克服苦难后的满足感，难道不是一种上位者的傲慢吗？就像小说中的约翰，执意要将琳达从美梦中摇醒，对此琳达有话说：你真了不起啊，大家都爱你啊。这什么破地方，破地方，破地方。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就通过拿小白鼠实验发现，人类大脑中控制欲求与控制愉悦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生理机制。快乐系统的沟通介质是阿皮样物质，爱情、性、尊重、食物，显而易见的好处都会激发愉悦感，但这些活动起作用的时间不会持久，而我们的欲求则是由中脑的多巴胺回路所控制的。欲求系统主要是塑造我们的长期行为，正是在它的作用下，人类才会不断的想要去争夺资源和地位。然而，虽然这些我们想得到的东西也可能会带给我们愉悦感，但愉悦感并不必然由这些东西产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抽烟，尼古丁能影响人的多巴胺系统，但带来的快乐却少得可怜。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并没有很享受抽烟，甚至可能有点恶心，但仍然一包接着一包。大家不妨回想一下，在你的生活中是否有特别渴望得到某样东西，但得到后却没有感到很开心、很愉悦的感觉？说到底，演化的目的是让我们有能力去争夺那些利于生存的东西，而不是让我们感到幸福。所以发展出的两个系统是相对独立的，这就导致了一个尴尬的现象：直接欲求不一定会对幸福感产生多大的积极影响，但是欲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和挫折却能持续的为我们产生负面的情绪。这就像你即使赢下来了一场比赛，也不会觉得自己以后次次都能赢，但如果你输了一次，却有可能觉得天塌了，自己会彻底变为无用的废物。这就是为什么古往今来，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大多数的宗教都是在想招法的让你放下欲望，也就是尽可能的与自己的欲求系统做斗争。因为这种不对称的系统实在是太没有性价比了。而在赫胥黎设想的未来里，幸福取代生存成为了第一要务，科学技术扮演了全新的上帝，通过睡眠教育、人工培育、消费家庭婚姻、最大程度的性自由等等，最高效地帮人类抑制了欲求系统，同时利用梭马、感官电影、运动、娱乐等最大程度的刺激愉悦的系统，为所有人提供一种无需努力、无需思考就能获得单纯、令人飘飘然、温馨有爱、色彩绚丽的快乐感。这种快乐感一旦普及，可以说真正的躺平时代就到来了，因为人们不再用被欲求系统驱使着，从与他人争夺资源和地位中，却获得那一点点少得可怜的愉悦感了。你的面前就有一个控制它的按钮，负面情绪一出现，按一下就好了。而未来的统治者也无需再像商鞅给秦孝公的建议那样，愚民、弱民、疲民、辱民、平民，而是大可以充分地利用技术，将人们的注意力全部调动到永无止境的娱乐、放纵和消费之中。就算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艾尔西龙，也不会再因为自己的利益每天都在受损而心怀怨愤。他们还会反过来具有着统治阶级的意识，认为自己的命运不仅仅是自己自由选择创造的，而且是极为幸福的。社会一切的不稳定因素都能被安然地消弭于无形。正如序言中赫胥黎写道：低效是一种罪恶，在一个真正高效的集权国家里，应该有强大的政治决策者和管理者来控制，根本不需要胁迫的努力，让他们热爱被奴役的感觉。《美丽新世界》一书创作出版于1931年。此时，那个奥地利的小胡子还没有上台，还没有给赫胥黎这个出身英国上流贵族家庭的作家带去一点小小的纳粹震撼。所以，当他在书中让约翰大喊出这样的幸福过于廉价，我们需要自由承受苦难的权利之时，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小说在出版后会招致大面积的差评。当时，大部分的评论家都劈头盖脸地批评他没活可以去咬打火机。比如，美国共产党人希克斯就在新共和国的报纸上发文嘲讽道：亚洲在打仗，欧洲在破产，所有地方的人都在挨饿。结果阿道斯·赫胥黎在担心什么？他在担心乌托邦里的生活，那些杀风景的事儿。他有钱、有地位、有才华、有朋友、有特权，他根本不了解人民大众的烦恼。应该给赫胥黎先生一个受苦并且表现勇气的机会。然而，仅仅是20年后，赫胥黎的小说就因为他预言的600年后的未来已经汹涌而至而再次爆火。在冷战正值高峰期间，《新闻日报》邀请赫胥黎以重返美丽新世界为命题，再次探讨在一个人口过剩、过度组织化、宣传手段复杂高效的时代，个体应该如何寻求自由和寻求价值的问题。在重返中，赫胥黎的悲观主义思想明显又加深了。他写道：最近美国的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20几岁的美国年轻人对民主政体缺乏信仰。他们并不反对审查制度，认为民有民治的国家不可能存在。他们满足于现有经济繁荣带给他们的生活方式，满足于被各种专家组成的寡头集团所统治。世界上最强大民主国家里，衣食无忧的年轻人已经将不自由无宁死的口号改为了给我电视和汉堡包，不要拿争取自由的责任来他们烦我。不过呢，重返在我看来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美丽新世界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以至于原本那个首先跳出警告人们要警惕的人都在部分的观点上产生了动摇。
比如你会发现，赫胥黎开始支持应用优生学，认为不该让那些有先天性基因缺陷的人再把劣质的基因传递给后代，污染人类的基因库，而高质量的人群就该多生孩子。再比如，在重返中，赫胥黎不再仅仅把梭马视为是麻痹心灵的镇静剂，而是转而强调科学是绝对公正的，他们会同时既让人沦为奴隶，又让人获得自由。而他在晚年确实也是不断的在寻找和尝试致幻类的药物，企图真正的进入那个幻想中的纯粹善美和快乐的世界。在这里，我不想去过多苛责一个晚年双目已经彻底失明的老人想要远离眼前黑暗的心情，但我想说的是，现在这一点好巧又给美丽新世界的故事增添了一丝绝望之感。正所谓知易行难，当苦难真的落到你的头上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能坚持地喊出我要自由承受苦难的权利呢？不过好在，虽然我们已经有了短视频这种梭马的低阶仿品，但是毕竟它还无法为我们真的带来一种如美丽新世界中所描绘的彻底的镇定、满足和幸福的感觉。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会像书中的贺生一样，企图摆脱廉价的享受，找到一种深刻的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的基础，恰恰就在于获得它们存在挑战，削减掉这一点就没有了吸引力。因此，想要获得它，我们就必须还得承认生活中存在失败和挫折的可能性。为了让幸福有意义，我们必须接受不幸的存在。不过，也正如我前文所分析的，欲求和愉悦是两套系统，所以也许真正切实可行的幸福之道在于，永远不要高估在欲求实现后的快乐，也永远不要低估那些自己不想要的事物能给自己带来的痛苦。